最近我听到很多人跟我说，早知道买泡泡玛特就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一个系统性的去找下一个泡泡玛特这种10倍股的方法，让大家可以找到下一个泡泡玛特，不要再后悔跟我说早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泡泡玛特和他旗下风靡全球的潮玩公仔 Labubu。故事有高潮也有低谷，绝对值得耐心看完。相信看完整支影片，你不仅会对泡泡玛特暴涨的原因了若指掌，更重要的是，我们透过这个故事学习如何捕捉下一只泡泡玛特，在股价暴涨初期能够尽早上车。因为一个名叫 Labubu 的潮玩公仔，让泡泡玛特的股价一飞冲天。Labubu 由香港艺术家龙家生创作，原本只是潮流玩具圈的 IP， 自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 ，Labubu 在全球各地突然爆红。无论是在中国、东南亚还是欧美市场，到处都掀起了一股一娃难求的旋风。Labubu 的爆红到底有多夸张呢？拍卖屡创天价，藏家疯狂抢购。在今年永乐2025春季拍卖会上，全球仅此一只的薄荷绿初代 Labubu 竟然拍出了108万人民币的高价，震惊了收藏界。现场另一款限量15只的棕色 Labubu 也拍到了82万人民币的高价。可以见到 Labubu 周边对收藏家而言已经不只是玩具，更是艺术品与投资品。在实体门店 ，Labubu 系列商品一上架就会被抢空。成都的几家泡泡玛特门店每次发布 Labubu 补货通知，不用几分钟，商品就会全部卖光。那买不到新品怎么办呢？只好转战二手市场。原价99块人民币一盒的 Labubu 盲盒，转手价格炒到每盒288块人民币起跳，涨幅快要2倍。一整套6盒原价594块人民币的套装，黄牛开价1439块人民币以上。更夸张的是，一些限量隐藏版 Labubu 在中国二手市场炒到原价10倍以上，还是一盒难求。根据长江证券的数据 ，Labubu 3.0 系列的隐藏款本我原价99块，二手均价接近1200块，溢价超过10倍，而且还卖出了1000多个。这么疯狂的溢价，充分说明了 Labubu 在粉丝里有非常惊人的号召力和情绪价值。不止这样，供不应求到连山寨版都卖断货。面对如此热潮，根据内地媒体报道，泡泡玛特在今年新年前后就紧急召回工人加班生产，补充 Labubu 爆款产品的库存。就算这样，市场需求还是远远超过供应速度，以至于有假货生产厂家都喊单子接不动了。东莞某个地下工厂负责人更加说，现在加钱也没货，我们自己产能都不足了。想想看，连盗版都断货， Labubu 是有多么受欢迎。这股热潮甚至还蔓延到了金融圈，某家内地银行居然搞了一个存款送 Labubu 盲盒的营销活动，希望能够招揽年轻客户。结果活动推出后，果然引发疯抢，不过很快就被金融监管机构勒令叫停。这段插曲充分显示了 Labubu 话题的热度，连金融行业都想来蹭流量。这么狂热的市场追捧，直接反映在泡泡玛特的销售和股价上，需求暴增，带动公司业绩节节高升。投资人也疯狂涌入这只股票。泡泡玛特近半年来股价不断创历史新高。2022年10月，它的股价一度低到每股9块8，但自从 Labubu 热潮兴起后，股价一路扶摇直上。今年6月12日盘中更是一度涨到283.4的新纪录，也就是2年半翻了20倍。这样的涨幅在全球股市中都属罕见的大牛股级别，公司市值随之水涨船高，一举逼近3500亿港元大关，约合450亿美元。泡泡玛特的年轻创办人王宁也因为持股身家暴涨而荣登河南新首富，个人财富达到208亿美元。要知道，1年前他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还排在68名，短短1年内财富猛增到原来的近4倍，现在已经挤进全国前10。看来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潮流 IP，财富增长速度一点不比搞互联网、做地产来得慢啊！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好奇 Labubu 为什么能爆红到这种程度？泡泡玛特凭什么从低谷中翻身，成为强势股之王？我们从基本面和股票4个阶段来全面剖析泡泡玛特这家公司在业绩、产品、筹码等方面的表现，看看它的爆发是不是在早期就有迹可循，有没有一个选股法则可以很好的筛选出强势股呢？那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个方法 ，10 Slim 法则。10 Slim 是由著名投资人威廉·欧尼尔总结出的选股法则，也是笑傲股市书中介绍的精华策略。它的名称来自7个英文字母缩写，每个字母代表一项筛选优秀成长股的重要指标。10 Slim 要求公司的最新季度盈余 EPS 要比去年同期至少增长20%，
那这点泡泡玛特完全达标，甚至是远远的超过。2024年全年泡泡玛特的业绩出现飞跃式增长，营收达到约130.4亿元人民币，年增长106.9%，净利润约34亿元，年增长高达185.9%。也就是说，盈余几乎翻了将近3倍，这种增速远远高于20%的门槛，可以说是超额完成任务。再看2025年最新季度的表现，2025第一季度整体营收比上年同期增长165%至170%，其中中国内地收入增长约95%至100%，海外收入暴增475%至480%，营收大幅攀升，盈余自然水涨船高，显示公司当季盈利依然保持爆发态势。简单来说，泡泡玛特的当季财报亮眼的有些逆天，完全符合 Ten Slim 中对高当季盈余成长的要求。这种强劲的当季表现，通常也是股价启动前的重要先行信号之一。Ten Slim 同样重视年度盈余的成长趋势，要求公司过去3到5年的每股盈余 EPS 逐年增长，平均每年增幅在20%以上。那泡泡玛特的长期成绩单表现如何呢？总的来说，它的发展轨迹像是一个 U 字形，经历了大起大落后，目前已恢复强劲增长，满足长期成长的要求。2017至2020年是泡泡玛特的高速扩张期。泡泡玛特在2010年代成立，是潮玩行业的先行者。2017至2020年间正值盲盒经济兴起，公司营收和盈利曾以爆炸性速度增长，成功在2020年底挂牌上市。IPO 发行价38.5港元，上市后不久股价一度冲上100港元以上，反映市场预期有成长性。好景不长，公司在2021至2022年遇到挑战，中国经历疫情反复，线下门店业绩受挫，同时市场对盲盒热的可持续性产生质疑。结果泡泡玛特在2021年盈利增速明显放缓，2022年更出现了利润下滑的情况，财报不佳加上前期估值透支，股价从100元高位一路惨跌超过90%，这段期间可以说是公司的低潮。2023年后，随着疫情退去，线下消费复苏，泡泡玛特业绩重回成长轨道。公司透过多元 IP 布局和海外扩张找到了新动能。到了2024年，营收、盈利双双创历史新高，这意味着泡泡玛特走出了低谷，重拾刚刚上市的高成长轨迹。横跨近5年的视角来看，就算中间有起伏，2020到2024年的年均增长率依然相当可观，符合 Ten Slim 强调的长期增长性，甚至可以说经历低潮后再创新高，证明了公司的韧性和2次成长潜力。这个往往也是超级强势股的一大特征。Ten Slim 中的 N 强调公司要有新的亮点，例如新产品、新服务、新的管理层，或者至少股价创出新高，才能证明公司有吸引市场目光的新故事。对泡泡玛特而言， Labubu 热潮无疑就是最强而有力的新产品。这波 Labubu 全球爆红，给公司带来了全新的增长引擎和话题度，直接推动股价一路创出新高。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理解泡泡玛特的 New 元素。第一个，新 IP 新爆款。泡泡玛特长期以来最著名的 IP 是 Molly， 一度贡献公司近90%销售，单一 IP 依赖曾经被视为隐患。但是 Labubu 的崛起成功打破了这个问题。2024年财报显示，公司旗下4大 IP 年收入破10亿元，其中 Labubu 所在的 The Monster 系列年收入达30.41亿元，占总营收23%。Molly 贡献16%营收，比例降至第2。另外2个新生代 IP Skull Panda 和 Crybaby 的年收入也分别达13.08亿和11.65亿元。Labubu 的爆红标志着泡泡玛特成功孵化出第2个现象级 IP， 公司不再依赖单一爆款 ，IP 矩阵更加丰满。这个对投资者而言是一个强烈信号。泡泡玛特证明了自己持续打造爆款 IP 的能力。故事并没有结束，而是开启新篇章。有新 IP 热卖带来新增收，股价自然不断挑战新高。第2个，新市场新布局。除了产品 IP 本身，泡泡玛特也积极开拓新领域，包括大型线下主题乐园和海外市场。2023年9月，泡泡玛特在北京开设了中国首个城市乐园，打造沉浸式的 Labubu 森林主题区，把潮玩从盲盒柜带到主题公园场景。这种创新体验既拓宽了营收来源，也提高了品牌影响力。更令人兴奋的是海外业务的迅猛增长。2024年，泡泡玛特在海外收入达到50.7亿元，年增长高达375.2%，收入占比提升到38.9%。今年第一季海外收入同比暴增约475%。公司重点发展北美、东南亚、欧洲等市场，
在全球地标城市开店，推出当地限定款中国潮玩品牌走向全球，意味着广阔的增长空间。这一系列新市场动作让投资者对公司有了新的想象空间。未来泡泡玛特有望成为全球潮玩界的巨头，不再局限于中国。新市场拓展带来的新营收增长点，跟 Labubu 等新产品热卖交相呼应，共同构成泡泡玛特股价不断创高背后强有力的故事支撑。所以新产品爆款有了，新题材新市场也有了，市场对它的想象力被再度点燃。根据 Ken Slim， 当一家公司有这种创新变化和话题性时，就是激励股价大涨的催化剂。而泡泡玛特过去1年来的走势，正是对这条原则的完美诠释。S 代表股票的供给与需求，也就是说市场上筹码的流通情况。原则上，如果流通股供给有限而买入需求强劲，股价就容易被推升。欧尼尔特别提到2种情况有利于股价上涨：一是内部人，例如大股东、管理层高比例持股或公司回购，会减少市场可流通筹码；二是成交量放大且买盘踊跃，显示需求旺盛。对照泡泡玛特，我们发现它在供需面也具备强势股的特点。第一个，筹码集中度高。泡泡玛特的创始人王林和团队持有公司相当大的股权比例，从他208亿美元的身家和公司450亿美元市值推算，王林家族持股可能在40%到50%上下，属于高度集中。这样一来，市场上实际流通的股份并不算多。当公司基本面转好，投资者重新疯狂抢进的时候，有限的流通筹码更容易造成供不应求，股价被迅速推高。第二个，在这波涨势中，泡泡玛特并没有传出大规模增发新股或拆股摊薄的消息，相反，公司赚钱后还开始派息回馈股东，没有新增供给来摊薄，每股盈余的成长完全反映在股价上，这个对多头非常有利。第三个，交易量佐证需求。观察过去1年泡泡玛特的成交数据，可以发现大涨日常常伴随着大成交量，显示有许多资金前仆后继涌入。尤其在突破关键价位或者创新高的时候，往往爆出比平日多几倍的成交量，说明买盘踊跃。筹码供需失衡的直接后果就是股价扶摇直上，正所谓僧多粥少。L 代表判断这档股票是领导股还是落后股。投资大师的经验是一致的，要买就买领头羊，因为强者恒强。在实战中，可以用相对强弱 RS 或相对强势排名 RPS 等指标来衡量一档股票相对于整个市场的表现。泡泡玛特毫无疑问就是过去1年港股乃至全球市场的最强势股之一。2024年，泡泡玛特股价全年上涨354%，2025年截至目前又涨了109%，跑赢恒生指数。泡泡玛特在股市中一枝独秀，它的相对强度 RS 理所当然位居顶尖梯队。2024年初至今的涨幅高达1276%，这种惊人的相对表现使它稳稳成为新消费概念板块中的旗舰龙头和整个港股市场的明星。另外，泡泡玛特的 IP 在大众文化中已经成为现象级话题，连国际巨星 Rihanna 和足球名将贝克汉姆夫妇都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Labubu 的产品，可以看见到它的影响力有多大。在中国年轻人中，泡泡玛特更加是家喻户晓的潮玩品牌。强大的品牌热度说明公司在消费市场是领先的，这种人气与市场表现往往相辅相成。正如一句话所说，潮水退去才知道水在裸泳。而当前的市场潮水中，泡泡玛特穿着最亮眼的那件泳衣。综上，无论从股价表现还是行业地位来看，泡泡玛特都是名副其实的 leader。Ken Slim 希望我们挑选这种领头羊型的股票，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在行情中跑赢大盘，创造超额收益。而泡泡玛特过去1年多的耀眼表现，正好印证了这一点。I 代表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动向，简单来说就是看看有多少专业机构在买入这只股票，例如基金、投行等等。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机构才是市场中的大金鱼，他们的进出往往会左右股价走势。强势股通常伴随机构的积极参与，形成源源不绝的买盘支撑。Labubu热潮下，多家知名券商、投行相继发布报告，唱好泡泡玛特，上调目标价。这些报告进一步引导了市场的兴趣。当大行都在推荐，同时股价又涨势如虹的时候，机构往往会克服 FOMO 心理，赶紧跟进，很怕错过大行情。而且泡泡玛特现在已经成为 A 股市场都热议的港股明星，甚至有趣的是，有基金经理为了买到 Labubu 限量潮玩，请券商研究员代为抢购，方便送礼自娱。可以见到这只股票已经火到在投资圈内成了热门信仰之一。不管怎样，至少目前看来，机构投资者队伍是站在泡泡玛特这边的，大家都希望分享公司高速成长的蛋糕。
根据 CanSlim 机构的积极参与是一个正面信号，它代表着聪明钱对公司的认可。机构有资讯和研究优势，他们看好的标的通常基本面真有2把刷子。泡泡玛特就是这样，当机构蜂拥而至，股价的趋势往往已经确立，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机构大举进场之前及早卡位，或者至少顺势而为，捕捉强势股。最后一项 M 指的是整体市场趋势，这个提醒投资者选股不光要看个股，也需要看大势。在牛市中，再平庸的股票可能都有所表现，但是在熊市，再优秀的股票也可能难逃卖压。所以我们在操作个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当时的大盘环境，尽量做到顺势操作，也就是在多头市场中做多股票，在空头市场中谨慎或回避。回顾泡泡玛特这波行情，其实也印证了顺势而为的重要性。泡泡玛特的股价底部出现在2022年10月，正好是港股和 A 股同步见底的时候。泡泡玛特在2022年底到2023年间处于20港元附近的盘整，没有再创新低，这个和大势环境稳定有关。而真正的大涨发生在2024年初之后，当时市场氛围比前年乐观许多，资金风险偏好提升，加上中国一系列刺激消费、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推出，为新消费板块带来了春天。换句话说，泡泡玛特踩准了大势回暖的节奏，在一个相对友好的市场环境中起飞。综合 CanSlim 的7大要素来看，泡泡玛特几乎每一项都表现突出。当季盈余和年盈余增长爆棚，Labubu 新产品大获成功，筹码集中供不应求，股价领先市场，机构纷纷抢进，又搭上了市场复苏的顺风车，难怪它能成为近年罕见的超级强势股。这些条件其实早在股价大涨前就已逐步浮现出来，提供了很多可以提前布局的线索。透过 CanSlim 分析，我们学会的是一种发掘新强势股的思维框架，寻找那些业绩好、有新故事、筹码佳、走势强，并且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的股票。一旦找到类似满足多项条件的标的，就极有可能捕捉到下一个泡泡玛特。当然，基本面只是一方面，我们了解了 CanSlim 的法则之后，也是需要技术面来配合买卖时机。对于泡泡玛特这类强势股，技术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买卖时机和趋势阶段。在我的技术分析课程里面，其中有一课是股票的走势周期，分为4个阶段。我们先简单解释每个阶段，并对应看看泡泡玛特过去的表现。在 Stage 1造底期，这个时候市场对股票兴趣不高，成交量低迷。泡泡玛特在2022年下半年到2024年初就是处在 Stage 1，股价从低点反弹后，大致在15到25港元区间来回震荡了约1年。当时市场对盲盒经济的前景还不确定，股价平平无奇，移动平均线走平，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Stage 1造底期形态。当股价突破 Stage 1的阻力位，往往预示新一轮多头趋势开始。Stage 2也叫趋势上涨阶段，股票不断创出一系列更高的高点和低点，股价一底比一底高。我们可以由此确认上升趋势。均线方面，中长期均线在区间整固转为上升，股价多数时间站在主要均线上面，成交量也同步放大。由此可见，市场明显转热。泡泡玛特的 Stage 2突破点出现在2024年3月初，当股价突破了前期长达1年多的阻力区间，搭配着大量的成交量，也就是说多头行情正式来临。这里看到2024年和2025年上半年股价势如破竹，最高冲到283港元以上。在这段时间，泡泡玛特几乎沿着45度角一路向上，周线基本都稳稳站在均线以上。每当股价回调靠近均线，就是一次回踩急进的买入时机，只要不跌破关键均线，整个上升趋势就持续完好。许多趋势交易者就是凭借这样简单的原则，一路抱紧这只强势股，获得相当可观的利润。当 Stage 2的涨幅已经很大，早期买入者获利丰厚的时候，股票会进入一个高位整固的阶段。这个时候多空力量开始趋于平衡，股价上下两难，股价可能还在高档，但是上涨幅度明显放缓，并且开始出现高位横盘的走势。这个时期各个均线开始走平，某些短期均线可能向下，并且跟长期均线交错纠缠。Stage 3其实是主力在高位出货的阶段，所以也叫分配阶段。对于泡泡玛特而言，目前是不是已经进入 Stage 3，我们仍需观察，但是已经有一些信号值得留意。例如6月中虽然创历史新高283块，但是随即冲高回落，之后股价进入横盘走势，不再像之前能站稳上升趋势线，并且屡创新高，同时成交量变化，股价的涨跌幅度开始扩大，这些都可能预示着多头力量在减弱。
部分资金可能开始离场。如果 Labubu 热潮后续降温，或公司没有新的超预期利好的基本面支撑，泡泡玛特的股价可能会在高位展开一段时间的横盘整固。对投资者来说，这个阶段要提高警惕，因为 Stage 3往往是 Stage 4下跌的前奏。当高位盘整无以为继，供过于求后，股价开始快速往下，就进入 Stage 4，俗称的崩跌期。它的特征是出现一系列更低的高点和低点，股价一底比一底还低，长期均线向下，形成空头趋势。Stage 4常常伴随坏消息，或者即便没大利空，股价也会莫名其妙跌很惨，因为估值和市场情绪都反转了。泡泡玛特其实在2021至2022年经历过漫长的 Stage 4下跌，那段股价腰斩再腰斩的日子，让投资者不堪回首。但这也是市场周期的一部分。当一只股票进入 Stage 4，我们应该果断避开，不能因为个人偏见或情绪而影响交易。等到下跌趋势触底，再次进入新的 Stage 1，我们才考虑回来。对泡泡玛特未来而言，如果有朝一日拉布布退烧，新 IP 不给力，或者宏观环境转差，它也免不了会走一段下坡路。这时候，投资者务必要识别出趋势反转的信号，及时撤退，保护我们的利润。透过 Stage 1、2、3、4的划分，我们对泡泡玛特股价过去的表现做了一个回顾。总结来说，大赚钱的机会永远在 Stage 2，我们要找的就是像泡泡玛特这样从 Stage 1刚突破进入 Stage 2起涨点的股票，避开 Stage 4的崩跌也同样重要，不然赚回来的钱就会还给市场。当然，技术分析还有其他指标来判断买卖时机，同时也要配合风险管理。如果大家对我的技术分析课程有兴趣，可以点击下面的资讯栏了解更多。总的来说，泡泡玛特搭上 Labubu 热潮，不到3年走出股价20倍的大行情，这个是很值得拿来研究的案例。通过这次的分析，我们拆解了这段暴涨背后的种种因素，从基本面的爆发增长、新 IP 故事到技术面的4大阶段。最终，我们的目的不仅是看懂这个故事，而是要掌握如何发现和把握下一只泡泡玛特。也许你会问，下一只泡泡玛特在哪里？坦白说，没有人能100%预知下一个涨10倍的会是谁。但是我们可以借鉴今天的思路，在股海中去寻找那些具备相似成功基因的股票，就像我在过去几年把握到富途、何塞等等倍升的强势股，而寻找它们都有一些窍门。例如，有没有企业处在新兴行业风口，盈利高速增长，而且股价刚刚突破多年新高，开始被主流资金关注？有没有股票的技术形态正在处于底部后的拉升初期，各项技术指标转强，而市场认识度还不高？把这些问题作为线索，你就能缩小范围，挖掘出可能的下一匹大黑马。当然，真正上场时，也可以结合我们讲的 Canceling 模型进行全面审视，并用趋势交易策略来执行买卖。只要看基本面与技术面，再配合良好的仓位管理，抓住1-2次类似泡泡玛特的机会，就能够大幅提升投资报酬。最后，我想用泡泡玛特创办人王宁的一句感慨总结：悲观的时候大家盲目悲观，乐观的时候又盲目乐观。投资也是这样，我们要在他人悲观的时候保持敏锐，才能在谷底发现宝石；也要在大众极度乐观的时候保持冷静，才能全身而退。最后，请点赞、分享我们的影片，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影片的通知了。我们下次再见。